我不会跟我老公离婚的，我们俩只是一时错误，喝醉了酒，你忘记行不行？曝光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要我们一起身败名裂吗？你简直疯了！带感吗？哎呀，还行吧，就是男主没有我老公帅，没什么太大的代入感。代入感？你演个出轨的戏还要代入感？你敢不敢跟你老公这么说啊？不敢不敢。哎呀，他可好玩了。定下来这个戏的时候，他不是还没去基地吗？他就抽了个时间把我剧本全部看了个遍。于老师有没有提什么意见？他意见可多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晶晶，你们不是分体验派、方法派和表现派吗？你属于哪一派？”还整得挺专业。哎，但说起来，这于老师出差有好几个月了吧？真是时间够长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航天家属也是不容易啊。还好啦，反正他在基地，我就安安心心拍戏。这个戏差不多也杀青了。如果于老师还不从基地回来的话，你要不要再接一个戏？哎，我看了一个剧本，还不错，你看看。那数人不数脸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几岁了？真的可以回答吗？你说吧。你30，行了，打住，3开头就可以了，其他的细节都不重要。我的问题是，我30多岁结婚5年了，你为什么还给我看这种女大学生的剧本啊？不是，就是开头几集是，后面就进职场了。职场那也才20多岁啊，而且这种职场的剧我以前都拍过，没什么挑战性，就不能给我接点有什么挑战的角色，比如说科研人员之类的。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？你一点都不像科研人员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老公打住！我知道你老公现在是航天系统最年轻的总设计师，这件事情你不用逮着机会就吹。但是这跟你像不像科研工作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说话也没有用。你觉得有投资人会找你演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有人找你演，那也是屈服于你的人气，那剧本肯定不靠谱啊。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都没染上于老师科研人员的气质？因为聚少离多呀。不行，要不下半年就不接戏了吧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不能因为家庭影响事业啊，1年接2部戏，是不是？那看剧本吧，如果不适合就别硬接了，这个剧本就算。行，那我再帮你看看别的啊。哎，如果你下半年不打算接戏的话，要不要考虑跟于老师要个孩子呀？要考虑了，他想要个女儿。真的啊？喂，我正和林姐说到你呢。说什么？说你想要个女儿。说你看剧本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设定男二只有25岁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于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帮他接戏的时候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啊。你放心啊。哎呀，我跟晶晶我们闹着玩的。于老师，
你放心，哪儿好没有你帅的。可是他只有25岁啊！哎，乔晶晶，好，等一下啊。跟你开玩笑呢。你吃饭了吗？吃完了。对了，刚刚在食堂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，排在我前面2个小姑娘是其他所的，我听见他们在讨论我。你都有粉丝啦，你跟我炫耀啊？我怎么会找你炫耀粉丝？我今天有一个小姑娘说，她对我幻灭了。你干嘛了？你让人家都对你幻灭了？她这么说的。今天在会议室我还碰见了于总，没想到于总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一个人，手机桌面居然是女明星。幸好他跟我接触不多，不然他会发现这个女明星的照片，我还是1周一换。我觉得这2个小姑娘以前上学的时候一定特别认真，从来都不关注八卦新闻。后来呢？你有跟他们解释吗？本来想算了，但是呢，又觉得自己的形象不能受损。正好吃完饭在门口碰见他们，我会跟他们说，手机桌面是我老婆。哎呀，于总，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相信的样子，所以你要不要帮我证明一下？你要我怎么证明啊？发微博吗？那都不用，或许可以给我来探个班，顺便看个火箭发射。你的戏不是快杀青了吗？啊？我真的可以去吗？基地最近几个月一直在举办航天家属看航天的探班活动，我每次都报名，第5次终于被抽中了。可以吗？我能去发射中心探班吗？于太太，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来看38岁的我。我到海南啦，刚下飞机。我到海南啦，不好意思，工作耽误了2天，来晚了。不晚。我侄女早上还打电话问我要到你签名没有，不过昨天火箭转运错过了，哎，有点可惜啊。乔小姐你好，我是负责这次家属探班活动的小张，你真的不需要我们到机场接吗？不用麻烦你们啦，到了基地门口麻烦接我一下就好。待会到了基地门口，于老师会出来接你们。这就别指望了，到现在微信都还没回呢，估计手机又不在身边。于老师估计现在很忙很紧张的，毕竟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。哦，对了，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跑出来说，这次搜神号的总设计师是你老公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？还没发酵就被压下去了。你不知道你的粉丝有多给力，说你们2个一直都很低调，希望不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被炒作引流。路人也骂，后来这个营销号就把微博给
啊！再见。小小姐，我是群里的小张，负责这次家属探班的相关事项。您好。您的身份证我需要看一下，再就是这个来访人员登记簿。给。谢谢。那既然于总来接您，等一下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小小姐，其实我是从小看您电视剧长大的。谢谢。谢谢你从小到大的支持。不用不用。行，那我带他回基地宾馆。哎，好。小张同学这么傻乎乎的，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？不过像你这么欠揍的人都能找得到，他应该也不难。女朋友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都找到老婆了。哦，好优秀哦！你怎么找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呀？借到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上车。好。陆总，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学生。生活所迫呀。加油，开车！你这个导游也太不称职了，都不给我介绍一下。海角航天发射场是我国4大发射场之一，也是唯一的第一轨道。这些我在网上都看过了。食堂非常好吃。还有呢？我会在这里把搜神号公布。那以后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发射场了。哎，前面那个是发射塔吗？是常委发射台架。那边那2个很高的白色建筑是什么？一个是火箭总装测试场，另外一个是卫星总装。那你是不是就在卫星总装厂房里工作呀？卫星转运到火箭总装前一直是。我知道，就是你们一直凑来凑去的，转运到火箭总装，装到火箭整流罩里的，对吗？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航天的女演员了。我找啦，都是我老公找的。这里有监控吗？哦，干嘛突然停车啊？干嘛？你问有没有监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有点这个意思。干嘛脸会这么快？所以到底有没有监控啊？当然有啊，我们保密单位。反正是保密单位。房卡。这个酒店主要是让给工作人员住的，大装潢有限，所以呢，我就让给其他同事了。你等会儿休息会儿，我去开几个会。晚上呢，我把床搬一下。搬床干什么呀？这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们这儿有人打扫吧？只要明天白天进来一看2张床合在一起了，这多尴尬。没合在一起，会不会更尴尬？你尴尬，我还好吧？
那现在搬吧，还来得及。别搬了。其实我这么瘦，一张床也不耽误。好像是可以啊。快起来吧，赵教授找我去聚会呢。去哪儿聚会？微信发我地址。哎呀，小鱼，你还亲自送来了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158所的于总师。于总师是吧？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啊？他今天才来，不认识。晶晶，这是赵教授，我们型号首席科学家肖院士的夫人。赵教授你好。哎，我们在微信上都熟了。那我去开会了，教授，人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走，拜拜。来，咱们的人呢，终于到齐了。大家要不要互相介绍一下啊？哎，我先来。于总，这都几点了？怎么还在这啃面包？探测器都交给我们了，也没这么忙了吧？啊？接老伯去了，没顾得上吃饭。哟，大明星到了，我老婆可喜欢看你老婆演的戏了。是吗？嗯，走。走。发射区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，今天开个专项协调会。运载、探测器还有咱们基地这边有什么要协调？于总，你先来。这次发射区的工作都很顺利，不过有件事儿想和运载这边再沟通一下。我们这次是深空探测的任务，电源的寿命非常关键。现在是通过运载的脐带电缆来给我们供电的，在射前负15分钟断开电缆转内电。这个发射程序，我们是否还要再核对一遍？明天我们再开个会，针对发射程序，尤其是对转内电时序再确认一遍。于总对探测器的能源真是锱铢必较啊！我们不是想跑更远一点吧？在地面就蹭一下地主家的余粮了。行，这个会我们基地人也参加，把事前的工作程序做好表格化，3方确认签字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现在计划27号晚上7点10分发射，请气象站的同志汇报一下窗口期间的气象条件吧。经气象总站分析，27号7点10分至7点30分发射窗口期间，能见度大于20毫米，地面温度29度，相对湿度39%，地面风速2米每秒，总云量小于2成。在发射场区40公里范围内，从射前10小时至射后1小时，无雷暴，无降水，气象条件良好，满足发射条件。开了几个会啊？这么晚？会议倒不多，时间比较长。哎呀，你挂反了！哎呀，我自己来，别帮倒忙，快快快！下午干什么了？一直在长征小站吗？他们带我到基地各处去逛了一逛，在哪儿吃饭呀，在哪里洗衣服啊之类的。你看你多识值。这个阶段，我们探测器这边的工作量其实已经少很多了，但是还有很多的复查工作和会议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不放心，怕哪里没做到位，
一个一个环节在追溯。秦静，我没什么时间能陪你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才不要你陪呢。我天天拍戏都快累死了，打算这几天好好睡个懒觉，再带上赵教授他们一起到处出去玩玩，反正他们待着也闷，而且我自己也好几年都没来邯郸旅游了。这架势，于太太一来就当上旅行团的团长了。那是，我老公可是总师，我当仁不让。小乔，你带我们出去玩啊？对呀，老待在基地多闷呀！海南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一定要多出去看看。啊，还有文昌鸡，说不定外面的跟我们基地食堂的味道不一样呢。哎，对，好主意啊！我媳妇儿这段时间啊，忙得连影子都见不到。我们待在基地啊，实在是没什么事儿了。我老公也是忙得不见踪影。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出去玩呢？是啊。那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开始玩起来。好呀。今天来不及吧？还要联系用车之类的。其实导游和旅行社我都已经联系好了，就等于大家同意了。小乔，你弄得这么正式啊，还请了导游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这次请到旅行团团长了。太麻烦你了吧？当然不会，反正我也是要玩的嘛。再说我们家那于都督又没时间管我。哎，回头啊，大家费用一定要分摊一下啊。对，是。没什么费用的，大家就不用操心这个了。这家旅行社正好找我们合作，我发一条微博就可以了。这么好啊！多拍点照片。对，大家可以拍照，多来呢纪念一下。是啊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去吧，旅行社那边我都已经报好人数了，忽然少一个人的话，我这会很没面子的。你就当是陪着我去玩了。去吧，小姨，去吧。哎呀，小李，对。那我们就玩起来了。主要工作是看看探测器、家电测试情况，8场5小时，一切按细则来。好，来，我给大家拍。好一点啊！漂亮一点的动作。来，坐。都吃面了，吃吧面啊？肖院士，你又来吃面了啊？这师傅的面那是一绝呀，3天不吃啊，我就想得慌。每次到基地啊，我总是胖几斤。于总，你这个吃相狼吞虎咽的，你老婆没意见？哪儿狼吞虎咽了？我一会儿有个会，吃得快点。我老婆呢就更没意见了，她吃的少，我平时快点吃完，少馋她一些。于总的婚姻啊，在我们航天系统也算是传奇了。居然娶了个大明星。于总，当年你是怎么追到手的呀？是我高中同学，毕业10年后呢遇上了，都没结婚，就凑合一下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这个做总体的啊，就是得会忽悠啊！这个你就真冤枉我了。这是我老婆几年前跟我同事说的标准答案，我背下来的。小鱼的太太啊，还是很不错的啊，就是有点小皮。自从她来了以后啊，我们家赵教授是，也不说无聊了，天天到外面玩得开心的。就是这个晚上一回去，就让我跟他一起看照片。说到拍照这件事情，我还有个小意见呢。你看要不要跟小乔说一说呀？你比如说啊，
同一个地方，是不是不要给赵教授连续拍10张照片呢？啊，我老眼昏花了，我真看不出哪张照片更好，对吧？10张啊，这。说到这个，于总，我也有点小意见。以前我晚上回去，老婆都用那个电饭锅给我炖着补汤。林夫人一来，就只有从外面带回来的夜宵了。现在连夜宵也没了。她说于总的夫人那么瘦，她受刺激了，想减肥，以后啊都不做夜宵了。林夫人还每天帮你做夜宵啊？那是。林夫人来之前，最后一顿炖猪蹄。多好呀，张工！我跟我老婆以后啊，跟夜宵这俩字就绝缘了。那你可没我过得好啊！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我老婆呢，优点还是很多的，特别让人喜欢。哎，不过各位，刚才你们说的意见呀，我一定及时传达。这可是当地特色菜文昌鸡，大家快尝尝。在哪儿？这好吃啊！不错。7号就要发射了，这2天我们要留在基地给你们爱的关怀。那我可以跟同事们好好交代了。好了，不酸了，早点睡吧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国家几10亿的投入，上万人，10年的青春。
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晶晶，27号这边发射完，28号一大早我就要飞到北京的飞控中心了，又要几个月。我知道啊，你又不是第一次来基地，我早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所以呢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陪你一下呢？要。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强烈的希望了，那我就成全你一下，答应你吧。正好我也有很多工作在北京。哦，对了，于途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什么呀？这几天大家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就只有小李一个人闷闷不乐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是他跟小胡有什么事情了吗？小李上个月生病住院了，小胡没能赶回去。那几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要我做什么呢？可是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太合适。不用了。作为一个航天人的家属，的确很辛苦。如果小李觉得和小胡在一起付出太多，不开心，我们也不能全然付出。
今天是我们搜神号的发射日，希望大家圆满完成此次任务。下面由调度开始点名。电测指挥到，电测总控到，综合电子到，有效载荷到，资轨控到。现在开始进行搜神号探测器射频状态设置，请电测指挥发令。收到。总控进行探测器整器加电操作。明白。整器家电已完毕。收到。测控门系统进入状态自检。明白。测控分系统自检结束，状态正常。明白。山东青岛的游客来，是上车，马上就发车了啊！来，抓紧上车。去文昌看火箭发射的，这里还有3个空位啊，大家来这里，我们直接送到最佳观。要趁早了。取消我的闹钟。啊。 喂，你怎么才起啊？他把我的闹钟取消了。不会吧？你之前不是说就等着这一天送于总师出征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在哪儿都是送他出征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跟家属们约好去吃包子。包子？嗯，基地特别有名的包子，包你成功。 王总，于总，我们探测器涉弦状态设置完毕了，你们进展怎么样？火箭已经加入完毕，各项性能指标稳定，符合探测器的发射要求。那我们再仔细的核对一下各项指标。好。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，本来想定个闹钟送他一下的，没想到给我取消了。我那口子也是这样。人到齐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好，走。大家上。这里呢，就是指控中心。 等一下，大家就可以选择在这里观看火箭发射。这儿呢，肯定是全文昌离火箭最近的观测点。那现在我们先去10楼的指控大厅。哎，是不是电视里经常放的那个地方？对，就是那儿。不过等一下上去之后呢，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，千万不要打扰里面的工作人员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们走吧，走。走。 大家就坐在最前面那片区域就行。您先。
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来啊？负1小时吧。晶晶这个回答很专业，一看就是航天家属耳濡目染。我就是好奇问的多罢了。他们现在应该是在测控大厅，不过你可别接下去问我2个大厅有什么区别，我可答不上来，我就是个演员。这个大厅探测器这边只有总师和副总师会来，所以一会儿小鱼和小胡都会过来，还有就是最后的发射成功也是在这里宣布的。还是教授经验丰富啊。对，以前去过酒泉的发射场，10几年前的事了，那里的条件没有文昌好，他们航天人呐真是辛苦，在那里一待就好几个月，早期通讯也不发达，1个月也打不了几次电话。于途在海南也是待了大半年呢。是，都是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做贡献嘛。幸好啊，现在条件越来越好，不然呀，我还得努力一下，和我媳妇儿一个行业，大家一块儿出差，1个月呀，只打1、2通电话，我可受不了啊。哎，小张，我们在这儿的话，是不是就看不到火箭发射了？哦，在这儿可以看，你们可以选择在这里看大屏幕，也可以选择到楼下去看发射现场。这也太难选择了，在这儿可以看见老婆，出去啊能看到真正的火箭发射。那肯定是要抛下他们下去看火箭发射呀。现在肯定很紧张。别说他们，刚刚在路上我看见火箭就紧张起来了。哎，这次关注度特别高，我国首个太阳系边际探测器，国际上都很关注的。各位家属，我们十分抱歉，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这里观看火箭发射了。我们会把大家安排到楼下看发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。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咱不用纠结到底是在这里看还是出去看发射了。哎，那就赶紧找个好位置，走。好，走吧。走走走。那不正好，等我出山，也许月球基地都建好了，我就以月球为起点，征服火星，回收太阳系。你就吹吧你！吹牛又不要燃料。佩佩，啊，你将来想做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哎，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想法太多了。但是我相信于途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航天设计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呀。30-40年的距离，不代表需要30-40年去赶超。我和同事们努力的意义、起义，也正在于此。
7点了。倒计时了。30分钟准备。10分钟了。1分钟准备。50秒。40秒。30秒。2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专家、各位同事，根据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通报，长征5号运载火箭飞行正常，搜绳号探测器
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，核能源装置展开正常。现在我宣布，搜神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在此，我代表海角发射中心，向此次参与发射任务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i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, mysterious. 太开心了嘛！人都走光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会儿还有采访呢，我们看完采访再走吧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大厅沉浸在欢腾的气氛当中，所有人都在共同庆祝搜神号发射成功。我们也有请到了搜神号的副总师进行采访。是小胡啊！小胡，小脸，非常激动啊！非常激动。历经10年，我们搜神号终于在今天顺利地踏上了征途。而且今天火箭发射也非常完美，入轨精度很高，这为我们探测器后续工作开创了很好的条件。我注意到您说踏上征途，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您也一再强调，搜神号真正的工作是在它发射成功之后才开展的，对吗？对，搜神号作为太阳系边境探测器，成功的发射只是它的开始，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要面临很多的挑战。那么，搜神号目前作为我国目的地最远的探测器，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搜神号的目的在于太阳系边境探测，相对于月球和火星的探测，它需要飞得更远，所以面临的空间环境也更加复杂。因此，我们在研制的过程中也会面临更多项的艰难技术攻关。那这次搜神号在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吗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比如搜神号航天器的推进系统。我们开展了2年的关键技术攻关，研制出了核能源装置，替代了常规的太阳能装置。感谢胡总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也让我们共同来祝愿我们的搜神号可以飞得更远，带着我们人类的梦想。胡总看着比平时帅多了，哎，这大概就是职业的魅力吧。晶晶，你们于总怎么没有接受采访啊？大概是记者看谁顺眼就采访谁吧。于总肯定当仁不让啊。对。不如我们等一会儿，等他们出来了再一起回去吧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？哎呦，不知道，这回去不是还得等吗？你们都睡得着啊？睡不着，睡不着，还不如大家在一块聊天呢。对对对。哎，张干事，那我们能在这儿等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就是别到处跑就行。不会的。
哎，小胡，这里。哎，你媳妇儿辛苦了，不辛苦，早点休息。走了。没事。快来！你在等我？不在等你，在等谁呀？我家于途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他跟我一起走的，好像被人叫住说话了，应该快出来了。那我们陪你一起等他走吧。别，你们可别耽误我跟于总的2人世界啊！哎，小胡，我听于途说你的道歉信已经写了好几稿了，到底写完没有啊？不用道歉的，谁都没有错。你让我再想想，咱们回去说。好。好像看到我家于途了，你们俩快先走吧，别当电灯泡了，快！难道是要给我打电话啦？真是过分了，居然不是打给我。搜神号后面还有很多考验，但迄今为止，不负所托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恭喜你们发射成功。静静，宣布发射成功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鼓掌。我忽然想到很久以前，你对我说，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今天，我真的可以去看更多的星星了。谢谢你。你转过来，我在你身后。长大了，还这么皮。你越过星海，携着光而来，我心若尘埃，不忍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，这声才明白，心空了愉快，辛苦了。思念已心
这些年对不起，我有点没顾上家。没关系，我以你为荣，以你们为荣。走，我们去开庆功宴。我们还有庆功宴呢。对啊，严格来说，是火箭院和基地的庆功宴。哎，对了，搜神号现在飞到哪里了？搜神号啊，才刚刚踏上征程，任重道远。